小姐。素慈，你去趟慕容府，把安儿接回来。等收拾好行李，咱们即刻就去吴姓。是。沈珍珠，你这是要走吗？东郎，不是的。枉我自信满满，以为我们解开了误会，还能回到当初。你现在却说走就走。沈珍珠，你真够狠心的。原来这一切只是我自作多情，你与我的一切都只是在做戏吗？东郎，你听我说。听你说什么？说你抱歉，说你从未想与我共度此生。好，既然你无意留下，那我成全你。我现在就写下一份和离书，只要你签下它，从此我们两不相干。东郎，东郎，我不要什么和离书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啊！你现在说这些，本王还怎么相信你？难道本王会让一个随意践踏本王真心的女人一直待在身边吗？东郎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呢？玉碎，我的玉碎。珍珠，沈珍珠，你给我站住！珍珠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命了？我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到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都不是假话。东郎，你放开我！你回来！你要找的，可是这个。你明明把它给扔了。我那天看你奇怪的很，便一直远远地跟在你身后。既然你当日狠心地扔下了它，为什么今日还要冒险地找回它？我当日把你错认成仇人，所以才想把它扔了立誓。都是我糊涂，所以我现在想把他找回来，只是为了让你知道，我爱你。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我都是真心的。东郎，我不想再离开你了，我永远都不想再离开你了。沈珍珠，你一定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。东郎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之前收拾东西，是想回吴兴几天。关于沈家迁祖坟的事情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还……之前诸事种种，所以分离。但我也知道，此时在你心里落下了一个疙瘩，你内心愧疚，对我小心翼翼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可以开口说我不怪你，但我也知道这个疙瘩在你心里不会轻易抹去。不如找一个宣泄的出口，让你我可以重新坦然地面对彼此。珍珠，我一直都想听你说一句你爱我，永远不会离开我，但没想到你竟然会这样的执着。东郎的心思真是诡秘，看来我再也逃不出东郎的手掌心了。你还想逃？当然不了，你以为我傻吗？好端端的王府不待，好
跑出去流浪，过孤苦无依的生活。好啊，沈珍珠，原来你就是贪图王府舒服的日子才留下的。那是自然。珍珠，今日就不要等我了，早点休息。东郎今日是打算缠着陛下，还是兵部啊？今日，定要拉着兵部，将朔方和河西的布防重新敲定了。明日再拉着兵部去缠皇爷。如果你觉得在府里闷，就带着苏慈，一起让严明陪护着，出府逛逛。你不用操心我，我自己会安排的。怎么？是不是儿子又在练拳脚了？儿子，好好练，等出来之后，跟爹好好比划比划。珍珠，我们是不是该给儿子起个名字了？东郎忘了吗？陛下曾经说过，等孩子出生了，陛下会亲自赐名的。皇爷爷赐大名，你是他的娘亲，乳名由你来取。我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出生，无病无痛，平安长大，就别无他求了。东郎，你觉得阔儿这个名字好吗？阔儿，李阔，离病去疾，这应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对孩子最真挚的期盼和祝愿。好，就叫李阔。殿下，进来吧。殿下，可是范阳有什么消息了？安禄山果然起兵了。他居然要谋反！朕如此待他，他还要反？陛下，臣早已看出安禄山包藏祸心，可陛下就是不信。不就是因安禄山花言巧语、阳奉阴违，蒙蔽了陛下吗？古人云：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”好了，就算是朕看错了人。现在，众卿说说，河北的告急奏书一封接一封的来，局势甚危矣。陛下不必忧心，臣以为谋反的只有安禄山一人，他手下的将士尽受皇恩，绝不会跟他同心同德。陛下，安禄山孤家寡人，臣以为他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。杨相国，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。安禄山经营范阳、平卢、河东3藩镇势力，可不是1天2天了。他手下的将领皆是藩将，全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就算不是牢不可破，也是难有间隙的。皇爷，断不可掉以轻心呐！皇爷爷，正如王兄所言，安禄山领3镇起兵，15万叛军直指长安，军部所成，河北局势已乱，百姓纷纷四处逃难。孙儿自请与郭将军所部一起出警行关，平定河北局势。建宁王真是血气方刚啊，未免太过意气用事了。河北就真如殿下所言，如此待危了吗？老臣以为不然。我大唐的太平盛世已久，百姓看见烽烟就惊慌失措，四处逃窜。臣以为现在主要是安抚百姓，况且河北有地方军守，对抗安禄山绰绰有余。既然如杨相国所说，安抚百姓乃是要务，皇爷，孙儿觉得派杨相国前往河北，平复百姓之情，再合适不过。殿下，老臣一介文官，不通战略，不熟兵法，河北毕竟是战区，老夫去有何用？那杨相国还是觉得武将担任此责更合适些了。
皇爷，孙儿恳请，准弹儿所奏，河北安危关系着中原局势，不可小觑。河北的确是第一防线，着实不能大意。准了，宣郭子仪。宣郭子仪上殿觐见。臣郭子仪叩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封建宁王李谭为河北道行军元帅，封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令你二人即刻率调大军，前往河北平复叛乱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今河北道诸郡县沦陷叛军手中，战线分散，臣斗胆举荐，原朔方节度副使李光弼与臣同率大军征伐叛贼。此人行军之容，极有筹略，善用兵法，实乃良将。葛书汉也曾向朕见过此人。既如此，诏封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，协同建宁王郭将军共同平乱。启奏陛下，既然如此，西县也不能不防。臣举荐安西节度使封长清走马赴东都洛阳，开幕府募兵马，截杀安贼。相信用不了几日，封将军就能取安贼首级回来献给陛下。好，很好。皇爷，孙儿自己镇守潼关，坚守长安的最后防线，保卫我大唐河山。潼关外尚有河北道、河南道防守，抵抗逆贼。殿下怎么突然忧心起潼关的呢？一个安禄山竟让殿下如此恐慌，老臣甚是不解呀。皇爷，用兵之法，无事其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也；无事其不攻，事无有所不可攻也。有备无患。好，准了。谢皇爷。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现在的心情跟外头一样，兵荒马乱的，怎么能睡得着啊？不知道今晚上殿下是否要留在宫中？只怕是已经领了要带兵出征的军令了。殿下是皇长孙，陛下也舍得让殿下亲自出征吗？我朝素有皇子亲自挂帅的惯例，况且就算陛下不说，以殿下的心性，也必会自荐的。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，却总觉得离战场还很遥远，可如今却迫在眼前了。小姐宽心，殿下毕竟身份尊贵，便是出征，想必也不会亲临前线。这你就小看他了，两兵相交，他定不会躲在将士之后营帐之中。这也是我既自豪又担忧的地方。殿下。东郎是否要出征？
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你。我实在是不安，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赶回，亲眼看到我们的库尔出世。我之前也承诺过，要为沈家血仇，可总是因为局势一拖再拖，一时恐怕也难。东郎本应以国事为重，家仇私恨，让你我暂且都放下。珍珠只希望东郎能保重自己。珍珠，你别为我担心。潼关天险，关外有高峰2位将军把守，当时无恙。我只是担心你。东郎放心，我定会保重自己，跟肚中的孩子，一定会等着你回来的。东郎一定要记住，珍珠时刻在等着你，你一定要万事小心，平安归来。这是什么？拿来看看。是赤剑。哇，上回我研究古方时，缺的一味药材就是这个。谁放在这儿的？定是哪个病患为了感激小姐，送给小姐做谢礼的吧？这味药材特别名贵，我医治的那些病人里，哪个能有这么大的手笔啊？即使是意外得来的，不知何价，我也不能占了人家这么大的便宜，需付了银子才是。那不如小姐先收着，明日我让人问清楚了，找到这个送礼的主人再说。也好，走吧。殿下，已经走远了，咱们回吧。常喜，明日你给那个药材寻个主人，想办法让他安心收下。小奴明白。待我出征之后，你得时刻多照顾他这边。虽然我已经叮嘱了暗中护着他的安危，但生活上的许多小事他们顾及不到，你得细心。殿下放心，小奴定会将娘娘的消息事无巨细去信全部告知殿下。若是我回不来了，记得要像以前他在府上一样，爱他，敬他。殿下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殿下，您自有吉星相护，天命相佑，定能凯旋而归。我连他都护不住，如今我只愿力所能及的给他一个安宁之所吧。这么快？为何这么快？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让暗贼过了黄河，杀进河南道。我大唐军事就这么不堪一击吗？投降的不计其数，河北道24郡就没有一个忠君爱国的义士吗？4天，才短短4天，冯长清率领的6万大军，就让暗贼轻易地破了洛阳城。杨青，冯长清可是你力荐的？陛下息怒，陛下。
现在战区情报纷乱复杂，今日报无影踪，明日报死伤无数，不可言信呐。情报或有错误，但冯长清丢了洛阳可是不争的事实。你们说说看，难道要朕御驾亲征吗？陛下万万不可呀！陛下是一国之君，此乃国家之根本，万万不可有一点闪失啊！陛下，请父皇收回成命。陛下收回成命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，臣早已安排京中及各郡在募集兵马，现已募集到5万精兵，随时可以开赴战场。倒还算是有点好消息啊。陛下，安庆宗已被关押许久，臣不知该如何处置。乱臣贼子，死不足惜，还留着他做什么？给朕斩了！朕赦叛军！小姐，这么多够了吧？真香。再多摘一些，压成干花附在信纸上。想来潼关荒芜萧瑟，这园中景色多少能给他带去些暖意吧。这战事真是让人心变得越来越冷了。小姐还在想安大公子和荣义郡主的事，早叫他们不要在小姐跟前碎嘴。我只是心中有些感慨罢了。虽然我与安大哥没见过几面，不过还是觉得惋惜。安大哥一直在京中，恐怕根本不知其父所谋。但在陛下眼中，父债子偿，算不得无辜。只是那荣义郡主又有何错？亲事是陛下所定的，万般由不得自己，竟也落得个背刺自亲的下场。妹妹这番言论，若是传出去，可怎么好？妹妹倒是挺同情那些乱臣贼子的。若是陛下知道了，妹妹妄议圣意，不知会如何啊？你不用跟他争辩。崔姐姐，妹妹告退了。沈珍珠，你是不把本妃放在眼里是吧？本妃好歹也是……嫂嫂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我王兄不在府里，你便连装模作样都不会了。郡主哪里话？本妃不过是跟沈如人寻常说话而已。你也不用在我跟前做样子，王兄早已细细跟我讲了，我才知当日是我错信了你，着了你和那老狐狸舅舅的圈套。别再让我看到你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抽你一次。走，嫂嫂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怎么会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？安家怎么说反就反了呢？难道是因为我？是我逼他，他抗了旨，皇爷爷要办他，所以要惩治安家，他们才反了。嫂嫂，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郡主，当然不是了。安禄山谋反有许多原因，他也早已谋划良久。便是没有郡主那件事，也不过是晚一刻的事情。郡主千万不要多想。定是我不懂事，得罪嫂嫂的次数太多了，嫂嫂都不喜欢我了。郡主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郡主的性子单纯，直来直往，不藏不掖的，这样纯粹如孩子般的心性，我是最喜欢的。
我以前不喜欢嫂嫂，那是因为她的眼中除了你谁也放不进去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没有了你，或许她就能喜欢上我。可是那日，她真的好让我害怕，就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她。一定是我把她逼得太紧了，所以她才会。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。我做的这些龌龊的事情，又和那个郑勋有什么分别呢？郡主，都是我自己活该找死。算了，不说了，没意思的很。我今日来，本来就是来跟嫂嫂道歉的。我从前那样针对嫂嫂，嫂嫂还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救我。嫂嫂的救命之恩，若儿一定会记一辈子，会一直对你好的。郡主言重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嫂嫂只会叫我郡主，好是生分。看来还是不愿意原谅我。好，那我以后改口，叫你若儿，好吗？可是我还是想不通，我跟安庆绪怎么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呢？他一路杀过来，连洛阳也沦陷了，他会不会杀到长安来？洛阳沦陷了，叛军的兵力如此强大，那闪郡呢？闪郡现在情况如何？潼关呢？嫂嫂，你先别急，闪郡还有高将军守着，潼关没有事的。小姐，小姐怎么了？要不要去请太医？不必了，我没事。郡主，殿下走之前吩咐过，战区的情况不许在娘娘面前提，就是怕娘娘心绪不宁，影响身体。所以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再乱说就是了。王兄对嫂嫂可真好，真是让人羡慕。相怜相念，倍相亲，一生一代，一双人。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一个人？从前，我不顾一切，放下身段的去喜欢他，却换不回他的一个回眸相顾。如今，我跟他更是再没有半点可能了。若儿，你要去战区？河北的形势在好转，郭将军所率的大军几次大破敌军，也让河北的民心都安定了不少。各郡又在严家兄弟的号召下纷纷反正，已收复了不少失地呢。严家兄弟？可是有严真卿、严大人。正是。师父曾与他有过来往，
他说严氏书法风骨傲然，看来是印证在骨血里的。眼下河北一片大好，圣上龙颜大悦，命爹爹挂帅率领刚招募的新兵前去支援，欲与河东部队会合，打进锦行关，收复河北。师父亦心系家国，募招了一个一队随军前往，我也一起去。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呀？不过想来，跟着慕容伯伯和长孙先生，你也会被照顾周全的。真羡慕你，若不是被这肚子里的小家伙拖累着，我都想。你想如何啊？你想变身戎装，飞到潼关，陪在广平王殿下身边？你呀，安心养你的胎，这才是你的大业啊！是啊，想也没用啊。灵芝，那安儿她……哦，我今日来啊，一是为了跟你辞行，二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安儿的事儿。我娘亲呢，打算举家搬回南方老宅，那里避世总归清静些。你说是让安儿跟我娘亲同回去呢，还是把安儿接回你这儿来？还是同去吧，我这儿也不见得有多太平。我希望安儿能远离是非，活得安逸自在些。好。父亲，城外那些投降的唐军士兵该如何处置？将军，大公子他已经被皇帝斩首示众了。李隆基，我儿有什么罪，你就把他杀了。雪儿，传令下去，投降的唐军全都给我杀了。是。诸位，且随我一鼓作气，杀入长安，用唐氏皇族的鲜血来祭我儿。杀入长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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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书玉律两大门神。哎呀，驱魔辟邪，必保咱娘娘无虞。哎呀，虽说咱娘娘怀有身孕，可这仗打的，过年都没个年味儿。哎，对，小子，娘娘让送到前线的棉服，可到了？潼关苦寒，得让驻守的将士穿暖和了。已经在路上了，张总管。怎么还在路上啊？催着点儿。是。潼关虽苦，有咱娘娘挂怀，将士心里必是暖的。不过最受用的还是咱殿下。哎，娘娘怀有身孕，伺候的时候都小心着啊。是。今儿个因这战事，什么都简单些，只是咱们一家子聚在一起，贺个元宵，图个吉祥罢了。许是咱们这边太没意思了，彩萍便早早告辞去了陛下、贵妃那儿。珍珠啊，你也自在些，毕竟有着身子，若撑不住了，只管说，早早放你回去歇着。你这肚子里的孩子还得有半年才能出来，我倒是等不及了，盼着他快些出来，能和少儿一起玩闹呢。皇爷爷因为战前吃紧，都掀了多少次桌子了？咱们还开什么宴啊？吃吃喝喝与战事何异？正年节里，你这闹到哪一出？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天生反骨？你要是贪玩不想闷坐着，你便说话，何必拿着战事当由头？若儿，
父王莫恼，若儿词不达意，但心是好的。若儿长大了，知道关心国事了。他前几日还跟儿媳说，若前线需要，愿意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出去呢。想法是好的。倘若咱们京城里的达官贵人、皇亲国戚都能有这样的想法，也能替陛下分一些忧。正如父王所言，前方战事吃紧，我们虽在后方，但是也心系前方战场。只是能做的实在是太有限了，但力所能及的支援还是可以的。若是京中显贵都能拿出自己那份力所能及的支援来，想必也是可喜可观的。儿媳那份已经准备好，只是一人之力。想要人人都能献出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东宫首先要做一个表率。殿下说的是，这事儿啊，我正想着跟殿下商量呢。本预备趁着明日里逛园子的时机，与那些贵妇们做个动员，让他们互相传达出去，解囊支援前线。没想到珍珠倒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殿下放心，咱们东宫这一份儿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，母妃最是有心，更是妥帖周全，珍珠远比不上母妃的号召力。若是母妃一开募捐之口，必是纷纷响应的。正是正是，孩儿也定响应母妃号令。好，此事你就放手去办，父皇必定会龙颜大悦。是。来，我们共饮此杯。殿下，安禄山正月初1已在洛阳称帝，现正率军猛攻潼关。我出去一趟。郡主打碎的这株玉簪，是贵妃娘娘赏赐的。那又如何？你是要哭着告到贵妃那儿去救我的错处吗？那你去啊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，更不要让我听到你背后口出恶言，编排我珍珠嫂嫂，否则下次碎的可就不只是这只簪子了。嫂嫂，嫂嫂，若儿，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来看你呢，走。沈珍珠，你可真是会笼络人心啊，联合着这个那个的来欺辱我。这王府你是一手遮天，容不下我了。好，我也不稀罕住下去了。我们走着瞧，别听他的，走。若儿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要不喜欢他，避着他就是了。跟他争吵，实在没什么必要。我可没嫂嫂这样的好脾气，谁叫他？娘娘，郡主，娘娘，这王妃正在收拾行装，说是要去宫里与贵妃同住呢。您看这，他是要去告状吧？张总管。
崔姐姐要入宫小住，你自去帮她收拾打理就是了。她是王妃，她出入何处做什么，哪轮得着来知会我呀？可眼下这时局，您看，张总管好心，我在这里谢过了，只是真的没事的，不必担心。去吧。哎，是，那我去盯着点儿。小奴告退。小姐，若那崔氏到宫中对贵妃胡说一通，贵妃岂不对你生气？殿下不在府上，万一有人使坏，小姐又身子不便，岂不是？贤妻已是早生，也不多这一回，没事的。是我给嫂嫂惹麻烦了。我是听她在园中骂嫂嫂，说的那些话极其不堪入耳，所以我才……嫂嫂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我。若儿这般维护我，我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其实崔姐姐不住在府上也好，一来我临盆在即，实在没有心力分神去应付她；二来她眼不见着我，也能少些心酸不平，她的日子也能过得松快些。嫂嫂还顾念她的心情。对了，若儿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儿？你尽管说。你回宫，若是见得太子妃娘娘，她要是问起我来，你就跟她说，我最近身子重了，懒在床上不愿意见人，跟你也只说2句话，就把你给打发了。你是要躲着她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也觉得她最近烦得很。嫂嫂挺着这么大个肚子，她还老是召你进宫，拖着你跑这儿跑那儿的，也不怕有个什么闪失。哎呀，你瞧我这张嘴。若儿，没事的，可不就是怕有什么闪失吗？所以我打算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窝在府中安心养胎。各处汉将军，我看东边的防御还需要再加强一下。殿下放心，我这就安排。我看呢，只要是粮草充足，这潼关再守多久都守得住。河北的局势越来越好，这些日叛军似乎是放弃冲击潼关了，怕是叛军河北吃紧，顾不上了。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。守住潼关，就是守住了中原百姓的这份安宁。将军，你就先回军中吧，我在四处逛逛。是，殿下。拨浪鼓啦，卖拨浪鼓，好玩又好看的拨浪鼓啦！您看看这个拨浪鼓吧，哎，嘿，您看看这个拨浪鼓吧，您看一看，嘿嘿嘿。卖拨浪鼓喽，卖拨浪鼓，好玩又好看呐！老人家，这个鼓柄上可以刻字吗？可以啊。殿下，这已是今日的第13道圣旨了。这简直是自寻死路。皇爷也糊涂了，除了出兵，别无选择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殊死一搏了。此战凶险，殿下与我们不同，殿下尚有退路。借职归京，陛下不过是惩戒一番，却无丧命之嫌。将军也以为我是贪生怕死之徒？我谢职归京，换来新的主帅，令大军出兵作战。难道会有人比我更了解潼关，更了解关外的敌军吗？到时的局面，只怕更难以掌握。潼关失守，叛军直取长安，我还能退到哪儿去？
将军勿需多言。既然退无可退，我定要与将军与潼关大军并肩作战，尽力保下潼关。殿下胸有丘壑，是我小觑殿下了。如此，我们就来商讨一下对敌之策。要尽快将潼关城内的百姓撤离。殿下之事，将军与我都知道。此次战役凶多吉少，虽心怀豪情，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，力求扭转乾坤，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至少不能让无辜的百姓牵扯进这战火之中。殿下，潼关所有军将都已整装集合完毕。好，留下西防营守在潼关，其他所有人准备出征。是。殿下，江长史，百姓可都撤离了？啊，已经陆续撤离。天亮前就能全部离开潼关城。后续的事情，便有劳江长史妥当安排了。对了，这是给我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一个小玩意儿，也不值。请江长史先帮我好好守着。若万一，劳烦江长史把此物带回到广平王府，全当留个纪念吧。去吧，别耽搁了。殿下保重。随本帅镇守潼关半载，期间贼军频频进犯，意图破关。但我潼关将士齐心协力，众志成城，无论多艰险，都将这潼关死死守了下来。而今奉陛下懿旨，出关迎敌。虽敌众我寡，但潼关之后是我们的家园故土，有我们的父母妻儿。守住潼关，就是守住我们的归处。今日我们背水一战，纵凶险重重，九死一生，又有何惧？众位将士，开关迎敌，誓死捍卫我大唐荣耀！誓死捍卫我大唐荣耀！誓死捍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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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唐荣耀！东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他回来了，满身是血，就倒在我面前。小姐，不会有事的，只是做了个噩梦，
小姐不要胡思乱想。别人都说梦境和现实是相反的，看来殿下并没有什么差池。话虽然是这样说，可我总觉得这个梦的寓意极为不妙。一个梦而已，小姐不要想多了，接着睡吧。不知道怎么了，心里总觉得七上八下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小姐，不会有事的。殿下才来的信中都说了，河北形势现在一片大好。殿下还说马上就可以回来陪伴小姐了。我看小姐一定是过于思念殿下了。小姐要是现在睡不着，我就陪着小姐说说话。没事，也许是我过分担忧了。好了，睡吧，你也睡吧。嫂嫂身子日益沉重了，千万别累着了，要不然王兄又要担心啦。我打发时间而已，累不到的。若儿，近来宫中的气氛可还好吗？可好着呢，前线的战事还没停，宫里的歌舞就又跳上了。都说以我大唐这泱泱大国，击破安禄山这等胡杂流寇，简直就像猫捉耗子一般手到擒来，心都宽着呢。那父王呢？既然形势不错，想来心情也会和顺一些了吧？父王的心情什么时候好过啊？他要么就是自己在那皱着眉头，要么就是逮着我教训一通。这2日更是严重了，一点小事就跳脚，就怕潼关守不住。什么？你说潼关守不住？嫂嫂，你千万别担心啊，我王兄他厉害着呢。皇爷爷对王兄出关迎战是有信心的，他要出关迎战。素子，小姐，快把风声医叫过来。是。嫂嫂，我这得走了，要不然王兄又该写信回来专门骂我了。嫂嫂你保重啊。娘娘找属下。殿下带军出关迎战，胜算几何？娘娘怎知？你别管我如何知道的，你只管答我所问。素子，传我之命，速备马驾，我要亲赴潼关。娘娘，娘娘产期在即，万万不可。那你说还是不说？现下还不好说，因为不知道潼关外的叛军是确如探子所报，只是数千残兵老将，还是如殿下所怀疑的，会有精锐大军埋伏等候。但娘娘放心，不管哪种情形，殿下都会做好应对的准备。若是有精兵埋伏，胜算呢？殿下出关前曾传回消息，要属下照看好娘娘。若潼关失守，随时保护娘娘逃离长安。他也没有忘我，是吗？娘娘放心，殿下身边死士如云，就算遭遇伏兵，潼关被破，他们也定会拼死把殿下救回来的。殿下的安危，娘娘毋庸操心。当今紧要的是为殿下爱惜自己啊，娘娘。
他都能平安回来的。他知道我在等他，他知道我们的孩子也在等他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唱，唱！什么人？潼关告急，速带我去禀告圣上。放行。真有伏兵！回陛下，山郡外南面萧山的悬崖之上，北面的沿河峡地布满伏兵、叛军，还有战船，沿黄河而下，不断增兵，断了我军后路。我军被冲得七零八落，最终溃不成军。各叔将军最后带着仅剩的8000人退回潼关，叛军已经开始冲击潼关了。潼关怕是撑不过1天，请陛下尽早定夺后策。那初儿呢？广平王下落如何？广平王殿下率部与敌厮杀，无路可退，被叛军逼入峭崖之下，用滚木雷石埋入峡道中。峭崖下暂无生还者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给娘娘请安。怎么回事？娘娘，广平王出师不利，太子殿下此刻心情烦郁，这会儿还是别打扰的好。另外，从潼关回来的江长史说是有要事，非要见太子不可。说，事关广平王，这会儿正在偏殿等着呢。知道了。卑职拜见太子妃娘娘。太子殿下近日心情沉痛，不便见客。你有什么事情与我说也是一样的。莫非广平王有什么消息？不，卑职并未随兵远征。对前线情况也不灵通，我只是听闻，殿下在陕军峭崖下不幸遇难身亡，生死未卜，卑职悲痛难已。想起殿下出征之前，曾将遗物托付于卑职。就这个？是。殿下说，若自己遭遇不测，这就留给还未出世的孩子，作为一个念想。卑职本来准备亲自送去广平王府，但听说沈孺人即将临盆，料想王府上下必然会隐瞒殿下遇难一事。卑职思前想后，只有将这物件交到东宫之中，由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出面，这样比卑职更合适。你倒是想得周到，有心了。今儿可有人提醒我了，说这李处虽在悬崖受难，但是毕竟生死未卜。现在那边的战火已经熄了，你亲自跑一趟，去看看。要找到他的尸体，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。是。
要提起。哎呀，张公公，你放心啊，我明白。谢谢您了，娘娘临盆在即。老奴见过娘娘。娘娘，李公公，快请坐。谢娘娘。李公公怎么突然造访啊？回娘娘，李公公受太子妃的嘱托，特意来看娘娘，还给您带了预制的补品和点心。是啊，太子妃娘娘很是记挂沈如人。哎呀，眼下宫中是乱成一团了，太子妃娘娘就是唯恐沈如人过分忧伤。李公公，咱说好不说这个的。哎呀，是，看瞧我这脑瓜子，这。张总管，你别再跟李公公嘀嘀咕咕的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可是潼关，娘娘千万要保重啊，务必要稳妥的诞下世子，为殿下留后啊！殿下怎么了？殿下与叛军交锋，不幸被雷石葬身在峭崖之下。小姐，如今只修了这个。李公公，这东宫还有诸多事宜，待李公公照应。是，公公您请速回吧。是。娘娘千万保重，老奴先行告退了。送李公公。张总管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娘娘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瞒着我，拿过来。娘娘，这潼关外一片混乱，消息未必精准，殿下他是死是活，还未做定论。这胡乱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东西，娘娘你怎么能信呢？怎么就说是我们家殿下的？娘娘不看也罢，不看也罢。是不是他的？我一看便知道，拿过来。娘娘。